我军的歼8战斗机已从作战部队全面退役，目前仅剩的歼7战斗机是否能在今年退役完成？且听虎哥详解。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2022年是人民空军的换装大年，过去的一年中，解放军战机的产能相较往年大幅度上升。美军智库就曾经推测，2022年解放军新机交付数量保守估计在150架以上。这个新机生产速度和交付速度已经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，可见中国强大的航空工业能力。解放军空军在接装大量新机的同时，大量老旧的2、3代机已经逐步从空军中退出现役。去年年初，我军还有12个航空兵旅装备的是2代机，而现在解放军装备的2代机、3代机在性能上已经十分落后，无法满足空军训练作战需求。再看看美俄等国的空中力量，现在还哪有什么2代机啊，早都退役了。他们本国空军的战斗机至少是4代标准的战斗机。当然，解放军装备了如此之多的2代机和解放军空军庞大的规模有关，所以出现了装备2代歼7和5代歼20战机部队并存的情况。然而，随着中国航空工业能力的整体加强，各空军部队装备的战斗机代差差距将会被进一步缩小。而到现在，解放军装备2代机的航空兵旅已经减少至个位数。看起来我军的换装速度要比预期快得多，而且去年解放军至少有2个歼击航空兵旅装备歼8战机，但是仅仅1年时间，这些歼8战机就被更先进的歼11B、歼16战机所全面替代。也就是说，目前空军的歼击航空兵旅的歼8战机已经全面退出空军作战序列了。只有特种机部队还有30大几架歼8 FR 侦察型，这些歼8侦察机大概率将在今年内从空军全面退役。所以说，歼8退役后，现在空军的老旧战机的大头就是7个旅规模的歼7系战机了。这些歼7总数在240架左右，去年至少退役了100多架歼7，但是歼7在空军内仍有很大的保有量。有网友认为，2023年如果速度够快的话，空军甚至可以将歼7全部退役。但是以目前中国航空工业的产能和空军装备情况分析，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的。毕竟空军中目前要淘汰的战斗机可不止2代的歼7，还有原装的苏27、苏30 MKI， 国产的飞豹、老歼10A、歼11A 战机都是要淘汰的对象。所以说，解放军不可能把每年的100多架新机都拿来替换歼7。要想淘汰全部的歼7，至少还需要2到3年。基本在2025至2026年这个时间点，解放军完全可以将剩余的歼7全部替换掉，我军就能提前实现空军歼击机部队基本现代化的目标了。毕竟换装数量最后还是要看解放军战机的产能多少。当然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这些装备歼7的部队在这款战机退役后，解放军拿什么型号的战机填满这240架的缺口呢？肯定就是新中型机和其他兄弟部队的2手中型机了。要明白的是，装备歼7战机的部队，即便是换装新机，也不可能换装重型的歼16和歼20战机，因为我军歼击航空兵部队有2大系统，分别是使用轻中型战斗机和重型战斗机的，这2个系统互相间有不同的任务取向与重点科目，所以歼7部队换装的新机和2手机以中型战机为主。对于歼7这种轻型机，接替的继任者就是其他部队的歼10。现在歼10C 基本已经停产，但是部队的歼10存量也不少，如部分装备歼10A 的部队。在换装更先进的战机时，他们装备的歼10也能腾出来给歼7部队换装用。毕竟2手的歼10再不济也是4代或4代半战机水准，比歼7要强得多。所以说，靠着空军其他兄弟部队的歼10，就能够让现在歼7部队数量减半，
当然，除了其他部队二手机这方面的来源，还有新生产的战机。前面已经说了，歼10C 已经停产，而歼10C 的后继机型就是空军在 FC-31项目上研发的新一代中型隐身战斗机。这款战机将接歼10C 的班，也就是说，在后续空军中型隐身机量产的时候，剩余没有赶上歼10换装的歼7部队，这次也能体验一下2代机换装5代机战机的快乐了。这样下来，我军空军的装备梯队也就真的算是圆满了。